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姐的嘟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云朵树小夜灯。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知社进入查看。这款小夜灯分为底片、草坪、电池盒、云朵小球、月亮、组装以及装饰组成。首先学习底片钩织。钩之前先来认识表格，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底片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V 短针加针、CH 锁针和引拔针。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这里线材颜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首先，起针是环起，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右手拿起线头，在左手食指上绕2圈。现在左手食指上一共有3根线，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取出，然后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1圈，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与拇指之间。右手拿起钩针，钩针在这2点之间活动，穿入线圈，针放在线的左侧，逆时针绕线，将线勾出。钩针上有1个线圈，再钩1个锁针做固定，绕线，从线圈中勾出1个锁针就勾好了，拉紧，环形起针就完成了。钩针上的线圈稍微松一些，方便后面钩织。下面钩第1圈 R1 是 7x，x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钩几个短针。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钩7个短针。先立1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绕线，将线勾出。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起立针不算一针，可以拉紧。然后开始钩短针，穿入起针的大洞，绕线，将线勾出。钩针上有2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1个短针就钩好了。右上方有一个 V 字形的2根线，这个就是短针的针目。在针目上扣记号扣，没有记号扣时，也可以用回形针或者别针代替。继续钩第2个短针，穿入起针大洞，绕线，将线勾出，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第2个短针就钩好了。这一圈一共要钩7个短针，继续钩完剩下的短针。
表格中对应的针法就完成了。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一共有2个线圈，先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有一个线圈活动，拉紧活动的线圈，还剩一个线圈，直接拉紧线头，线圈就收好了。接着在这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引拔针结束，也就是在记号扣标记处钩织，穿入，绕线，将线勾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引拔完成。这个是引拔针的辫子，不算一针，需要拉紧。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2圈 ，R2 是7V，V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连续钩几个短针加针，这里表示连续钩7个短针加针，立一个锁针起立。我再强调一次，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在上一圈第一个针目中钩一个短针加针，也就是引拔针的入针位置，在此处钩2个短针。钩织时，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边钩边收进去。一针，做标记。再穿入同一针目钩短针，两针，短针加针就完成了。继续在左侧针目钩短针加针，不要忘记收线头。第2个短针加针完成，这一圈一共要钩7个短针加针，剩下的5个全部按照每一针里钩出2个短针的方法来钩。最后一个短针加针完成后，要核对一下针数。从记号扣的位置开始数针目，1、2、3、11、12、13、14，这一圈一共14针。每一圈的总针数在对应的表格中都有标明。接着在第一针上引拔，一定要注意，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一针引拔，穿入记号扣处，绕线，将线勾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
引拔完成，拉紧。起针多出来的线头直接剪断。第二圈就完成了。继续钩第3圈 ，R3 是括号 XV 乘7，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先钩一个短针，做标记。后面为了方便找到引拔的位置，每一圈的第一针都做标记。往下钩一个短针加针，括号 XV 就钩好了。我再演示一次，先钩一个短针，再钩一个短针加针，这是第2次。这一圈要重复钩7次 XV， 剩下的5次全部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的方法来钩。最后与第一针引拔，拉紧，第3圈就完成了。可以看一下织物正面纹理清晰，反面纹理模糊，后面全部在正面钩织。下面钩第4圈，先钩一个短针，做标记。往下钩一个短针加针，再钩一个短针，括号 XVX 就钩好了。我再演示一次，先钩一个短针，再钩一个短针加针，继续钩一个短针，这是第2次，按照前面的方法往下钩。全部钩完后，引拔，拉紧，第4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5圈，
先钩一个短针加针，再钩3个短针。括号 V3X 就钩好了。注意，加针位置要按照表格的针法顺序，不要随意调整，按照前面的方法往下钩。完成后引拔，拉紧，第5圈就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正面一个凸起的纹理表示1圈。现在一共钩了5圈。表格往下的剩余圈数，钩织方法比较简单，用到的针法在前面都详细演示过，大家只要按照表格的针法顺序，重复钩织对应的次数即可。钩织时不要忘记钩起立针和引拔针。往下根据前面学习的方法，参考表格自行将这几圈钩完。这里小样已经钩好了，在引拔完之后，再锁1针做固定。拉大线圈，预留60厘米左右的线头用于缝合。拉紧线头，这样底片就讲解完了。下面来讲解草坪，看一下成品。草坪也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第1圈的方法与底片第1圈完全相同，大家先参考图纸将第1圈完成。这里小样已经钩好了，注意第1圈起针的线圈不要拉得太紧。完成后钩第2圈，这一圈需要用到新针法 U 表示萝卜丝短针， UV 表示萝卜丝短针加针。UV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钩几个萝卜丝短针加针。下面请看演示。钩针穿入第1个短针的针目，用大拇指将线圈压在前面，钩针放在线的上方，将线钩出，绕线依次穿出，扣记号扣。钩针继续穿入第1个短针的针目，大拇指将线圈压在前面，钩针放在线的上方，将线钩出，萝卜丝短针的加针就完成了。注意，大家在钩织时
要保持线圈大小的一致。继续在左侧短针针目里钩一针萝卜丝短针加针，钩针穿入左侧短针针目，用大拇指将线圈压在前面，钩针放在线的上方，将线钩出。钩针继续穿入第二个萝卜丝短针加针完成。这一圈一共要钩7个萝卜丝短针加针，剩下的5个全部按照每一针里钩出2个萝卜丝短针的方法来钩。最后一个萝卜丝短针加针完成后，要核对一下针数，从记号扣位置开始数针目。1、2、3、13、14。这一圈一共14针，在第一个萝卜丝短针上引拔。拉紧，第2圈完成。继续钩第3圈。先钩一个萝卜丝短针，做标记。往下钩一个萝卜丝短针加针，大家按照表格中的内容钩完这一圈。最后与第一针引拔，拉紧，第3圈就完成了。表格往下的剩余圈数，钩织方法比较简单，大家按照表格的针法顺序重复钩织对应的次数即可。钩织时不要忘记钩起立针和引拔针。这里小样已经钩好了。在最后一针引拔完之后，再锁一针，断线，将线头顺着纹理藏进织物内部。大家可以多藏几针，这样草坪就讲解完了。
下面来讲解电池盒，采用锁针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请看演示。首先，我们来起针，左手挂好线，右手拿起钩针，放在线的下方，逆时针绕一圈，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绕线，将线勾出。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需要拉紧。下面开始钩锁针，表格中的 CH 表示锁针，绕线将线勾出。一个锁针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辫子表示一针。继续钩锁针，绕线将线勾出。这是第二针，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4个锁针。这样起针就完成了。接着来钩第一圈，表格往下出现了倒2，就是在倒数第2个锁针上开始钩一个短针加针。锁针正面是这样 V 形状的辫子，钩针挑起左侧第2个辫子上方的半针，1、2，也就是这样一根线，钩2个短针。继续挑一根线，对应钩3个短针。完成后，可以看到还剩余一个锁针，表格里出现中括号 4x， 表示在同一个位置中钩4个短针。钩织时可以将线头边钩边藏起来。钩完后，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一一对应钩3针短针。完成后，在第1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加针。
最后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拉紧，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下面开始第二圈，这里我说明一下，表格中 R2 至 R14 不加不减 14x， 表示从第二圈开始，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每一圈都是14针，一直钩到第14圈结束。钩织时不要忘记钩起立针和引拔针。我这里已经钩了一圈不加不减的小样，不加不减的钩织会使织物自然翻卷。调整织物使正面朝外。钩织时始终正面朝外。往下，根据前面学习的方法，参考表格，自行将这几圈钩完。钩完后，引拔。再锁一针。电池盒需要预留30厘米左右的线头，用于缝合。断线待用。这样电池盒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讲解云朵小球，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实际钩织时，需要这样2种线材合并成一根线钩织。注意，由于线材的特殊性，大家在钩织前需要挑色钩织，挑色彩明显线段，这样钩出的小球整颗都是同一个颜色，并且这种线材不易拆卸。大家先学习方法，学习之后再进行钩织，也可以使用其他零线先学习，之后再用对应线材钩织。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这里我用一根棉线进行演示。我小样里的一根线表示实际的2根线。钩织云朵小球需要调整手的松紧度，最好钩宽松些，这样方便后期加入灯串时透光。首先环起钩第一圈，先立2个锁针作为中长针的起立针，中长针的起立针算作1针，在第2个锁针上扣记号扣，然后钩中长针，绕线，穿入起针的线圈，绕线，将线钩出。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再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一个中长针就钩好了。接下来再钩一针中长针，绕线，
穿入，绕线将线勾出，再绕线，一次穿过3个线圈，第2个中长针完成。算上起立针，已经勾了3针，第一圈一共需要在起针的线圈上勾11针中长针，继续勾完剩下的中长针。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接着，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连接。引拔针不算一针，需要拉紧，以免后面多勾。第一圈就勾好了。接下来勾第2圈，先立3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这3针锁针算作1针长针，在第3个锁针上扣记号扣。下面勾1针长针加针，注意旁边的针目会有变形。挑这样2根线，钩织，钩针绕线，穿入中长针的针目，绕线将线勾出。这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还剩2个线圈，再绕线，一次穿过，一个长针就完成了。接着在同一个入针位置再勾1针长针，绕线，穿入，绕线，将线勾出，依次穿过前2个线圈。重复2次，这样1针长针加针就完成了。K 表示空针，跳过一个针目不勾，在旁边的针目上勾1针长针加针。大家按照表格中的内容勾完这一圈，勾完后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
拉紧，第2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3圈，先立3针锁针起立，这3针锁针算作1针长针，在第3个锁针上扣记号扣。往下，表格遇到了 FA， 表示长针减针，钩针绕线，穿入左边的长针针目，将线勾出，绕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线圈。这个是1针未完成的长针，我们挑起下一个针目，再钩一个未完成针，绕线，穿入，将线勾出，绕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线圈。这是第2个未完成针，现在钩针上一共有3个线圈，绕线依次穿过，长针减针就完成了。再钩1针长针减针，先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挑起下一个针目，再钩一个未完成针，绕线依次穿过。第2个长针减针完成了，下面继续钩1个长针，2个长针减针。大家继续按照表格内容钩完这1圈。钩完后，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拉紧，再锁1针，预留30厘米左右的线头用于组装。断线，待用。这样一个小球就钩好了，大家按照图纸上的数量钩好小球。最后按照云朵的形状摆放均匀，线头朝下，用胶棒将小球粘贴在一起。如果没有胶枪，大家可以用打火机加热胶棒，用打火机的内焰避免温度过高，胶棒变黑。
粘贴好后待用。到这里，云朵小球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讲解月亮的钩织。起针及第一圈的方法与底片相同，只是针数不同。大家钩完第一圈，这里我已经钩好了，下面开始钩第二圈。先立起立针，往下表格是 W， 表示短针一针放3针，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钩3个短针。1、2、3，这样短针一针放3针就钩好了。大家按照表格内容将这一圈钩完。核对针目后再引拔。下面开始钩第3圈，先参考图纸钩到 TV 的位置前。表格里出现了 TV， 表示中长针加针，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钩2个中长针。其他针法前面已经演示过了，大家按照图纸钩完这一圈。钩织完成。需要预留大约30厘米长的线头，用于缝合。下面我们可以缝合塞线头了。如果大家没有多余的线头，可以剪几根待用。我这里已经钩好了，穿入缝合针，用卷针法缝合。先对折织片，缝合针挑右侧针目靠外侧的一根线，从里向外穿出。再从左侧针目靠外侧的一根线从外向内穿出。这样就将2个针目缝合在一起了。继续挑右侧针目靠外侧的一根线，从里向外穿出。再从左侧针目靠外侧的一根线，从外向内穿出。
继续缝合。在剩余几针时，用钩针柄塞入线头。缝合完剩余的针目，在最后一针缝合好后，将线头藏起来。剪断多余的线头。下面开始绣出表情，剪一段20厘米的线裁。我这里线裁颜色随机，用左手捏住线头，右手抽出一股，穿入缝针，从织物后侧入针，在合适的位置出针，将针放在线的左侧，左手捏住针，将右侧的线绕针头顺时针一圈，将线拉出，再将针穿入织物，找到另外一只眼睛的位置穿出。这样一只眼睛就绣好了。继续将针放在线的左侧，左手捏住针，将右侧的线绕针头顺时针一圈，将线拉出，再将针穿入织物，找到嘴巴的位置，出针，再穿入织物，嘴巴就绣好了。可以给月亮打上腮红。
将月亮用胶棒粘贴在云朵小球上待用。这样，月亮就讲解完成了。下面进行组装，先固定草坪，取出铁丝，裁剪成6根30厘米长，将铁丝对折，拧成一股，剩余5厘米弯成圈。把铁丝对折的一头穿入草坪起针环中，如果草坪起针环太紧，可以用缝合针转圈扩开。穿入后弯折2厘米，固定在草坪内部待用。接着将灯串电池塞入钩织好的电池盒内，灯串从草坪起针环由内向外穿出。下面将铁丝的2个圆圈分别塞入最顶端的2个小球内。确定好位置，注意草坪预留线头向后。云朵小球也不能太高，避免玻璃罩盖不上。再将灯串缠绕在铁丝上。剩余灯串对折灯丝，均匀塞入云朵小球中。用胶棒将铁丝固定在云朵小球内部。将线头缠绕在铁丝灯串上。剩余线头从草坪起针环内穿入。
用胶棒固定线头、铁丝及灯串，注意不要把萝卜丝短针的线圈粘上去。确定好高度后，用胶棒固定线头、铁丝及灯串。接着到了串珠的部分，先将缝纫线穿入缝针，留一段20厘米左右线头，打结。一一穿入25颗米珠。打结。将这一头缝合在草坪内部。断线。另外一头断线，穿入缝针。缝合在云朵小球上。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排列方式，将串珠缠绕在铁丝灯串上。将线头藏在云朵小球内。一个树桩串珠就安装好了。大家可以剪取一段缝纫线，在树桩串珠中间固定一圈。打结固定。将线头藏进树桩内。
断线。这就是小样做好束装的效果。继续将缝纫线穿入缝针，一一穿入8颗米珠。再穿入1颗亚克力珠小花朵，再穿1颗米珠，最后按顺序将线头穿回亚克力珠小花朵以及米珠。穿好后，缝合在云朵小球上。藏线头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缝。断线。另一头也穿入缝针，也缝合在云朵小球上。藏线头，断线。一个小花串珠就安装好了。继续将缝纫线穿入缝针，一一穿入5颗米珠，再穿入1颗水滴珠，最后线头穿回米珠。穿好后，缝合在云朵小球上。断线。穿入缝针，固定在云朵小球上。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缝。一个水滴串珠就安装好了。
串珠就讲解完成了。下面可以缝合了，先将电池盒与草坪缝合，电池盒的线头穿入缝合针，将电池盒放入草坪内部，找到草坪引拔的位置，对齐，与草坪针目内侧的一根线用卷针法缝合。缝合7针待用。接着将底片背面朝上，找到底片引拔的位置，对齐。调底片针目内侧的一根线，继续用卷针法缝合7针。这样电池盒就与底片缝合在一起了。最后将线头藏进织物内侧。接着将底片预留的长线头穿入缝合针，调底片和草坪针目内侧的一根线，用卷针法缝合。在剩余15针左右针目时，塞入多余的线头。继续缝合完成。将线头藏进织物内，剪掉多余的线头。这样缝合就完成了。接着按照自己喜欢的排列方式，将装饰小星星、单颗米珠用胶棒粘在云朵小球及草坪上。
最后放在底座上，也可以粘在底座上，这样组装就完成了。到这里，这款云朵小夜灯的钩织方法就全部讲解完成了。如果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